黄鼠狼别称为黄鼬，也有一些人将其称为黄皮子，是幼科小型的食肉动物。黄鼠狼的皮毛多用于衣物制作，肉和骨头则多入药，药用价值非常高。但就是这样全身都是宝的黄鼠狼，为什么没有人养殖呢？本期就为您揭晓其中的答案。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给猫博士点个赞，方便随时收看往期精彩内容，感谢支持。黄鼠狼很活跃，也很大胆，具有很强大的掠食性。它的生活能力很强，栖息在寒带针叶林草原和热带丛林，而且黄鼠狼极其擅长在夜间活动，行动非常迅速诡秘，能上树能下水，凭借灵敏的嗅觉和听觉搜寻食物，主要以鼠类为食，同时也以盗食家禽，因此也让很多人家对黄鼠狼恨之入骨。俗话说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事实正是如此。黄鼠狼多以家禽为食级，但是黄鼬大量捕食鼠类，也是害鼠的天敌。据估计，一只黄鼠狼一年的食量大概有1500到3200只老鼠，这也大大的减轻了鼠害。另外，黄鼠狼的毛和皮在经过加工后可制成裘皮大衣，不过它的皮夏天并不值钱，至少要入冬以后的大雪小雪时节，黄鼠狼的皮毛就会变得很昂贵。其次，中国用其尾毛制作毛笔，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狼毫。黄鼠狼的毛皮也是中国传统的野生毛皮动物出口项目商品，这也对中国对外贸易方面也有不俗的影响。另外，黄鼠狼在药用方面的价值也不容小觑，其功能主治痢疾、黄水疮和刀伤出血等疾病，但也可以清火拔毒、止血以治生肌。有书籍记载，黄鼠狼的骨头可以加工成中药，名为黄鼬粉。据相关书籍记载，黄鼬粉有治病健身的功效，可以抗癌化肿瘤，还可以增强免疫能力，可以作为中成药用来治疗一些疑难疾病。实践证明，黄鼠狼入药确实可以提升血红蛋白，增加血小板数量，对于肝病及血小板减少、白细胞减少、血液方面确实有其一定疗效，但具体用药用量还需要大批临床实验来加以证明。其次，黄鼠狼的肉也可以入药，起到杀虫疗疮、温肾缩尿、治疥疮、疮溃不愈合、尿频等作用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黄鼠狼无论是在医药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，的确存在不可忽略的价值。前面说到黄鼠狼有那么多的价值，随便一个方面都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，可是为什么农户就是不愿养黄鼠狼呢？这其中到底有何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呢？首先是黄鼠狼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，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进行人工养殖的，这是需要办理一定的手续的，并且这些手续相对比较复杂，这个原因也是减少了很大一部分想要养殖黄鼠狼的人。其次是黄鼠狼的养殖需要一定成熟的技术，黄鼠狼生性凶猛，喜欢吃老鼠，养殖过程中容易因为技术不过关而导致黄鼠狼感染疫病或者死亡，最后导致产量不高，收益自然难以提高。一些养殖技术不过关的农户自然也不会考虑养殖黄鼠狼了。另外，从市场对黄鼠狼皮毛的需求并不高，反而是更加倾向于水貂和紫貂等貂皮，市场销路略窄也是影响养殖的因素。还有一点就是黄鼠狼在农村一直带有神秘的色彩，据说黄鼠狼具有迷惑功能，这种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。黄鼠狼能够释放臭气，这也是一种逃命的绝招，这种气体不但臭，而且浓烈持久，可以让人出现短暂的眩晕状况，所以也有很多农村的老人认为黄鼠狼具有一些迷惑心魄的能力，好多农户也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养殖黄鼠狼。另外，黄鼠狼一年一窝，每窝产崽2到8只，产量是比较低的，即便是养殖成功，投入过多而收益减少，这就很难有太高的收益。黄鼠狼虽然是杂食性动物，但主要以肉食为主，所以农户即便是购买一些便宜的肉类和其他食材进行喂养，所花费的投入也是巨大的。高投入、高风险、低回报，自然是不被看好的养殖项目，这也让很多农户对此敬而远之。虽然黄鼠狼的皮毛给炒作成为很高的价格，其实真正利用率是不大的，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价格高的离谱。加上这几年毛皮市场并不景气这一事实，农户对于黄鼠狼的养殖并不看好，很多农户更是称黄鼠狼为养不起的小主。结合各方面的原因，很多农户并不愿冒险去养殖黄鼠狼，毕竟有很大的可能会让他们变得血本无归。大多农户都会选择风险不大、有稳定收入的养殖对象，毕竟平淡快乐的生活才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关注猫博士，下期接着聊动物。